们生活上有许多的杯子，有的用来喝茶，有的用来喝咖啡，还有的用来喝水。杯子除了可以喝茶、喝水、喝饮料解渴化，它还有什么作用呢？有的用来换颜色，有些人用来做广告送人送礼，那它还有什么作用呢？重新想象，我们必须重新思考，它还有什么作用？除了市面上我们能看到、我们能见到的，它还有哪一些可以创新的地方呢？我们见过各种各样的雨伞。雨伞可以用来遮风挡雨，雨伞呢也可以用来打广告，向人们传递广告信息。那它到底还有哪一些价值呢？除了这一些，我们不妨思考一下，我们能否在雨伞上有更大的一个创新呢？我们穿过各种各样的鞋子，有些是在家里穿的，有一些是在散步用的，有一些是在跑步用的，有一些是在不同场景上用的。那鞋子的本质是为了保暖，还有让我们穿得更漂亮一些。那么今天的鞋子还有哪一些创新呢？打火机已经出现了许多个年头，今天的打火机除了造型上还有一些小功能之外，那它还有哪一些可以创新的地方呢？我们不妨重新想象一下。我们许多人家庭中的厨房都是摆放着这样一个煤气炉具，那么这个炉具呢，已经从几十年前到现在还是这副模样。那它到底还有哪一些创新呢？除了外观之外，它还有什么功能呢？我们不妨重新想象一下，它还有哪一些创新？电磁炉普及在家庭中呢，已经有许多个年头。它除了可以爆炒火锅、烧水、蒸、煎炸、煲汤，那它还有哪一些价值呢？那它还可以创新吗？今天的电磁炉您是否满意？它是否若干年后还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呢？我们不妨重新想象一下。今天的纸巾跟过去的纸巾没两样，一样是圆的，一样是方的。那它还有什么形状可以创新出来呢？那它还有什么功能可以创新出来呢？家里的插座大部分都是这样一个功能，它诞生的时间或许比我的年纪还长。那今天它还可以重新去想象，它还有怎样的一个创新呢？垃圾桶基本上每个家庭都有，但是呢，我们今天要重新想象一下，真的我们每一个家庭都需要一个垃圾桶吗？或者是多个垃圾桶吗？我们家里大部分的空调差不多是这样的，或者是这样的，或者是中央空调。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重新想象一下，在我们家庭里是否需要空调？而空调还有哪一些可以创新的地方呢？在若干年之后，我们是否还需要空调呢？电视机在过去已经陪伴了我们走过了许多的日子，那今天的电视机已经从过去的模拟时代到数字时代，再到互联网时代，它不断的在更新迭代。那如今随着各种各样的信息发达，电视机我们还需要吗？在若干年之后，电视机它还存不存在呢？我们不妨重新想象一下，电视机它还有哪一些创新呢？门从远古时代至今一直都存在，那么今天的门跟过去的门到底有哪一些不同？那么若干年之后，未来的门它是长什么样呢？我们不妨想象一下，不妨重新去定义，重新去思考，今天的门和以后的门它到底有哪一些可以创新的地方呢？遥控器已经陪伴了我们许多个年头，今天的遥控器跟过去的遥控器有着非常大的差别，那就是它变简单了，它变得越来越简单，它的按钮越来越少。那么在若干年之后，遥控器会不会被淘汰？它还有哪一些可以创新呢？它还可以发挥怎样的想象空间呢？我们不妨思考一下。耳机已经从过去有线的迭代到今天是无线的，那么在将来呢，耳机它还有哪一些可以重新想象的地方？耳机到底还能有怎样一个更好的功能实现出来呢？有人说声音是未来信息的接入口，那么我们不妨重新想象一下，这样的产物它还能走多久？在未来我们还需要这样的耳机吗？这支 PPT 页面笔它诞生的时间不长，手机可以实现它的功能，鼠标也可以实现它的功能。那么今天我们是否可以重新想象一下，这样的一支笔若干年之后它是否还存在呢？它还有哪一些功能可以开发出来？充电器呢，在家庭里经常是有增无减，有手机充电器、电脑的充电器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充电器。虽然现在是有了无线充电器，
但是无线充电器在目前来看还远远无法满足人们的要求。我们是否可以重新想象一下，充电器还可以怎样去发展和迭代？在不久的将来，充电器它什么时间会消失呢？还是以另一个身份呈现在大众眼前呢？鼠标，这个 PC 时代的产物，从有线的发展到今天无线，那么它的生存时间还有多？在不久的将来，它会不会被历史淘汰？它还有没有一个更大的作用，或者是新的创新？我们不妨重新想象一下。我们经常看到沙发有这么一些小枕头，那么这些小枕头出现的时间也不长，有些人拿来垫腰或者是垫头部睡觉，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抱在身上看电视，这或多或少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温暖，或者是说安全。那么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沙发上的枕头还能够怎样去进化呢？它还有什么创新的地方呢？我们不妨重新想象一下。冰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，它存在的时间已经很长了，主要用来保鲜食物。好像现在的冰箱跟过去的冰箱相比，它是越来越大化。在不久的将来，冰箱还存不存在呢？我们以后还需不需要冰箱这样的一个产品？因为它毕竟占据了家庭比较大的一个空间，或者是说以后的各种食物它是可以自动保鲜的呢？我们不妨重新想象一下冰箱它的作用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没有了水，万物都无法生存。水就是天地万物的能量与源泉，那么它是否还有更大的作用呢？我们看到了用水制作出的各种不同的产品，比方说山泉水，或者是蒸馏水，或者是各种饮料，那它还可以创造出一些什么出来呢？它是否还有更大的一个价值？我们不妨重新想象一下。胡椒作为一种非常古老的调料，而市面上用胡椒创作出来的产品却是为数不多。今天我们是否可以重新想象一下，到底胡椒它还可以创作出一些什么出来？牙签，中国古代称之为剔牙签，是一根小木片、细竹棒或细金属棒，主要用来在饭后清除牙齿中的食物，也可以作为餐叉的替代品。这个牙签存在的时间非常的长，唐代已有记录牙签之年。那么今天的牙签是否还有一个更大的想象空间呢？它是否还可以重新想象、重新去创新呢？现在许多的茶几已经集合了烧水的功能，还有茶具的这个功能。那么在未来，这样的茶几它还可以怎样去发展呢？让我们重新想象一下，它还有哪一些创意出来？现在市面上的按摩椅，除了可以按摩，还可以听音乐。有些更高端的，它还可以当做床来睡觉。还有一些呢，它是带显示器功能的，可以让我们一边按摩一边看电影。那么它还可以怎样去创新呢？我们不妨重新想象一下。消毒碗柜这种产品诞生的年头应该有20-30年左右。那么它现在呢，有一些是独立的，还有一些呢是集合在了现在的厨房里面。那么今天的消毒碗柜还有没有更大的一个创新呢？它是否还可以有更大的一个功能出现呢？毕竟它占据家庭的空间也不小，我们不妨重新想象一下。象棋它出现的时间历史悠久，而今天的象棋盘它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功能。像这个象棋盘，它集合了飞行棋、跳棋、军棋、9人毛利、狐狸与鹅、西瓜棋、会师游戏、单身贵族、蛇棋、五子棋等等，特别多样化。所以我们今天要重新想象一下，一盘棋可以有这么多的功能，那么它是否还有更大的一个进化的空间呢？我们不妨重新想象一下。很多人都喜欢打美式台球，今天的台球是否还有一个更大的创新呢？比方说这个球杆，它还可以怎样去创新呢？它是否可以让人瞄得更准确呢？比方说这个台桌，它是否还可以更人性化呢？我们不妨重新想象一下，创意时刻都蕴藏在我们的身边。